个人资料保护，为你的个资严格把关。在进行学术研究时，研究者通常需要针对想研究的对象进行资料搜集，例如生物观察或人文现象的访谈与观察。但若涉及对自然人的个人资料之搜集、处理及利用时，则受到个人资料保护法的规范。你是否已了解个资法的相关规定呢？首先，我们来了解个资法规范的行为与对象。个资法适用的范围包括所有个人资料之搜集、处理及利用，不限于只能用电脑处理的资料。搜集是指以任何方式取得个人资料。处理是指为建立或利用个人资料档案，为资料之记录、输入、储存、编辑、更正、复制、检索、删除、输出、连结或内部传送的动作。利用是指将搜集到的个人资料做处理以外的使用。个资法适用的对象包含所有搜集、处理、利用个人资料的公务机关和非公务机关。公务机关是依法行使公权力之中央、地方机关或行政法人。非公务机关是机关以外的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团体。那什么是个资法所保护的个人资料呢？个人资料是指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任何资讯，像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份证字号、护照号码、联络方式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识别该个人资料，都是个资法所保护的范围。在搜集、处理和利用个人资料时，我们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权益，采取诚实及信用的方法，告知目的、处理与利用的方式。搜集到的个资也要和目的有正当合理的关联，不得有刻意隐瞒的行为。搜集个人资料的告知方式可以用言辞、书面、电话、电子邮件等，只要能让当事人明确知道的方式都可以采用。不过有一些资料特别敏感，原则上是禁止搜集、处理、利用，只有在特定的例外下才准许。这种资料称为特种资料或敏感性资料。敏感性资料包括病历、医疗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检查、犯罪前科等。例如，某教授想了解国人常见疾病与基因遗传的关联性，所以透过不正当的方式取得病人的个资。即便出发点是为了学术研究，但原则上是违反个资法的相关规定。个资法之所以建立一套严谨的规范，就是为了保障个人资料被合法与合理的搜集、处理、利用。如果违反规定，除了会受到处罚外，也会影响他人对自己研究的信赖，摧毁自身的学术声誉。因此，我们务必要谨慎地处理与保管个人资料才行。